你有没有这样的夜晚，灯光亮着，窗外静悄悄的，突然一只小小的飞蛾溜了进来，它扑腾着翅膀，绕着灯泡转来转去，像个迷路的孩子，急着找点什么。你可能皱着眉，觉得它有点烦人，或者拿本书想把它赶出去。可是在你挥手之前，能不能停下来1秒，和我一起想想，这只飞蛾也许不是来捣乱的呢？它那么小，那么轻，也许是带着点什么，偷偷飞进你家，想和你说说话。你愿意听听吗？这里是意识觉醒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。我一直觉得这个世界有种特别温柔的办法在和我们聊天。风吹过树梢的时候，雨滴敲窗的时候，还有飞蛾扇翅膀的时候，都像是在轻声说：嘿，别忙着跑，停下来看看吧。佛教里也有这样的想法，周围的每一样东西，哪怕是最不起眼的小虫子，都有它的故事，都可能是自然送来的小礼物。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只家中飞蛾，它飞到你身边，也许不是偶然，而是想陪你一会儿，带给你一些暖暖的小启发。飞蛾最让人记住的就是它老爱追着光跑，不管是灯泡的光还是蜡烛的火苗，它都飞过去，好像那团光是它这辈子最重要的事。你有没有觉得它的样子有点像我们？我们心里也有光啊，可能是想让日子过得好一点，想让家人开心，或者只是想让自己别那么累。我们也想靠近那团光，哪怕路上跌跌撞撞的。佛教里，光是特别美好的东西，代表智慧，代表一种让人心里踏实的明白。飞蛾那么拼命地飞向光，像不像我们也想让自己好起来，想找到一种安稳的感觉？可是飞蛾有时候会被骗，它以为灯泡是太阳，飞过去却烫了翅膀。我们也一样，对吧？有时候忙着追的东西，到了最后才发现，不是真的能让我们开心。比如整天刷手机等着别人说你好，或者加班到半夜只为了多攒点钱，这些光亮开始是亮的，可慢慢就暗了，甚至让我们觉得累。飞蛾飞进你家的时候，可能在悄悄问你，你追的光是你心里想要的吗？它不是来挑你毛病的，它只是想提醒你，看看自己的心，别让自己跑得太辛苦。你不用急着回答，静静地想一想，也许答案就在那儿等着你。佛教里有个很温柔的看法，这个世界上的每一样东西，哪怕是飞蛾这么小的生命，都有它的意义。它飞到你家，不是随便来的，可能和你的日子有点关系，想陪你聊聊。飞蛾的日子很短，可能就几天或者几周。它从一个小虫子变成会飞的模样，再飞到你这儿，生命一下子就过去了。佛教里说，生活就是这样，一直在变，没有什么会永远停在那儿。看到飞蛾绕着灯飞，你会不会觉得它在用自己的小翅膀告诉你，别怕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生活里总有些事让我们舍不得放手，可能是份工作，可能是个人，也可能是过去的自己。飞蛾来了，像在对你说，没事的，变化是正常的，你可以慢慢接受。它不是要你难过，而是想让你觉得生命虽然短，却也可以很美。你可以试着想想，飞蛾飞进来时你在干嘛？是忙着工作，还是盯着手机发呆，或者心里有点乱？那时候的感觉，可能就是飞蛾想让你注意的。它不是来烦你的，而是想给你个机会和自己聊聊天。你可以不用急着做什么，就让它陪你一会儿，静静地感受一下。飞蛾追光的样子，有时候让人觉得有点固执。它明明知道灯光烫，还是停不下来。我们也有这样的时刻，对吧？
有些事抓得太紧，舍不得放。比如，忘不掉一段不开心的回忆，或者总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。佛教里有个词叫放下，听着简单，其实是让心轻一点，别被那些沉沉的东西压着。飞蛾飞到你家，可能在轻声问：你有没有什么放不下来呀？他不会怪你，只是想陪你一起想想，如果放下来，会不会好受一点？他像个小提醒，告诉你可以试着松开手，给自己一点喘气的时间。你不用害怕，飞蛾在旁边看着你，像个小伙伴，说：试试看吧，我相信你能行。还有一面，飞蛾追光的样子，也像是在找什么特别重要的东西。佛教里有个词叫觉醒，意思是睁开眼睛，看清楚自己和这个世界。飞蛾那么努力地飞，可能在说，你也可以醒过来，去找着你心里真正的光。它飞到你家，也许是想告诉你，现在就是个好时候。你可以停下来，问问自己，我是不是忘了什么重要的东西？飞蛾小小的身影是个温柔的鼓励，告诉你，你有能力找到自己的平静和开心。它不会催你，只是静静地陪着你，等你准备好。再靠近一点想想，飞蛾为什么挑了你的家？它不是随便飞进来的，可能和你现在的日子有点关系，想和你聊聊心里的那些事。最近你是不是觉得有点迷惑，或者忙得停不下来，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？飞蛾飞进来，可能在说：嘿，歇一会儿吧。它绕着灯飞的样子，像在提醒你，别光顾着跑，也要看看自己在跑去哪儿。你还记得它飞进来时你在干嘛吗？是刷手机，还是发呆，或者在想什么烦心事？那时候的感觉，可能就是飞蛾想让你注意的。它不是来烦你的，而是想让你有个机会和自己聊聊天。你可以试着回忆那天的情景，也许是晚上，你坐在桌子旁，手里拿着一杯水，灯光有点晃眼，飞蛾就那么飞进来了。它像个小信号，告诉你不用急着赶走它，停下来看看自己也好。飞蛾有时候会被灯泡骗，以为那是太阳。我们也一样，偶尔会被生活里亮晶晶的东西吸引，比如别人夸你几句，或者买了个新东西觉得开心。可这些光一闪就没了，之后呢？飞蛾飞到你家，可能在轻声说：小心点，别让自己太累了。你最近在忙什么呀？有没有哪件事让你觉得很累，却又停不下来？飞蛾像个小朋友，歪着头看你，想让你想想，这些忙碌真的让你开心吗？他不是批评你，只是想帮你找回真正的温暖。你可以试着问问自己，我忙了这么多，是不是忘了给自己留点时间？飞蛾会陪着你，不会让你觉得孤单。飞蛾从一个小虫子变成会飞的模样，像个小小的奇迹。它飞到你家，可能在说，你也可以变一变呀。也许你觉得现在的生活有点卡住了，或者有些事不太对劲。飞蛾在鼓励你，没事的，试试新的路吧。你有没有想过换个方式生活？比如少熬点夜，多陪陪家人，或者给自己留点发呆的时间。飞蛾用它的翅膀告诉你，改变不吓人，反而会让你觉得自己更有力量。它是你的小啦啦队，支持你往前走一步。你可以不用急着决定，飞蛾会等你，等你觉得准备好了。飞蛾带来的这些小信号，怎么听懂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就像和朋友聊天一样，不用太费劲，只要用心就好。下次飞蛾飞进来，别急着赶走它，找个舒服的地方坐下来，看看它在干嘛。它是围着灯转，还是停在墙上休息？它的小动作
可能和你心里的感觉有点像。你可以问问自己，它让我想起了什么？不用想得太复杂，答案会慢慢浮上来。也许那天你有点累，坐在沙发上，手里拿着一本书，飞蛾就飞过来，停在书页旁边。你看着它，觉得它好像也在看你，像在说休息一下吧，没事的。这种小小的相处能让你觉得心里暖暖的。佛教里有个特别舒服的办法，叫冥想。你可以找个安静的时候，闭上眼睛，想象自己变成一只飞蛾。你在飞向哪儿？那团光是暖暖的，还是有点刺眼？这个小小的想象能帮你找到心里藏着的小秘密。也许你会想到最近让自己烦的事，或者某个没说出口的愿望。飞蛾会陪着你，带你找到自己的光。你可以试试在晚上关掉手机，坐在窗边，想象自己和飞蛾一起飞。它不会催你，只是轻轻地陪着你，让你觉得安全。佛教里说出来的话有力量。当飞蛾飞进来时，你可以在心里给自己一句悄悄话，比如我想找到让我开心的事。每天说一说，就像种下一颗小种子，慢慢的你会觉得心里亮堂起来。你可以挑个安静的早晨，坐在阳台上，手里捧着杯茶，对着窗外的天空说这句话。飞蛾虽然不在那儿，可它好像能听见，点点头，说好，我支持你。这样的小习惯能让你的日子多点温暖。飞蛾是自然的小朋友，和它聊天最好的地方就是大自然。晚上散散步，看看星星，听听风声，你会觉得飞蛾只是个开始，周围的一切都在和你说你很好，你可以慢慢来。你可以试试周末的时候去公园走走，找个长椅坐下，看看树叶怎么晃，听听鸟怎么叫。飞蛾不在身边，可它的感觉还在，像在说你看，世界挺美的，你也挺好的。这些小小的办法不是什么大事，却能让你的心一点点亮起来。飞蛾飞到你家，像是个小礼物，它告诉你不管多黑都有光。飞蛾在黑暗里找光，哪怕摔了好多次也没放弃。它在告诉你不管日子多难都有希望。你也有这样的力量，能在灰暗的时候找到自己的小灯。选对光，心就轻松。飞蛾有时候会追错光，可我们不一样，我们可以停下来想想。飞蛾在说，选让你开心的事吧，别让自己太累。他希望你找到真正的光，过得轻松一点。放下来，心就自由。飞蛾撞灯的样子有点让人心疼，他在提醒你，有些事抓太紧反而会疼。试着放一放吧，飞蛾相信你会发现自由的感觉有多好。家中飞蛾不是来烦你的，而是来陪你的。它用小小的翅膀带给你关于生活，关于自己的小故事。他说，生活会变，会有难过，但也会有光。你可以慢下来，听听自己的心，找到属于你的温暖。下次飞蛾飞进来时，试试和它打个招呼吧。问问自己，我今天过得怎么样？我想让自己开心点吗？飞蛾会静静地听，然后用它的方式告诉你，没事的，你已经很棒了。宇宙一直在和你说话，飞蛾只是其中一个温柔的声音。你愿不愿意听一听，和它一起找找心里的光？你可以的，因为你值得每一份平静和美好。飞蛾飞进来的时候，你可能正在忙着自己的事，或者正坐在沙发上发呆。它的到来像是一个小小的暂停键，让你有机会喘口气，看看周围，也看看自己。它不是来让你觉得麻烦的，
而是想让你觉得你不孤单。生活有时候会让人觉得乱糟糟的，像一团解不开的线，可飞蛾来了，像在说没关系，慢慢来，一点一点解开就好了。它那么小，却有种让人安心的力量，像个老朋友坐在你旁边，陪你一起面对那些乱七八糟的感觉。你可以试着和他说说话，哪怕只是心里想想，谢谢你来看我，他会懂的。你有没有想过，飞蛾为什么总在晚上飞进来？白天它藏起来，晚上才出来找光。也许它在告诉你，有些东西只有安静下来才能看见。白天我们忙着跑，忙着做这做那，可晚上呢？晚上是属于自己的时间，是可以听听心里的时间。飞蛾挑这个时候来，可能在说，你也给自己点时间吧，别老是跑。它不是要你立刻改变什么，只是希望你能慢下来，感受一下自己的呼吸，感受一下自己还好不好。你可以试试晚上关掉灯，坐在窗边，看看外面的夜色。飞蛾可能会飞过来，停在窗台上，像在说，你看，安静下来多好。飞蛾追光的样子，有时候让人觉得有点傻乎乎的。它飞呀飞，撞了好几次，还是不回头。可它这种傻乎乎的劲儿也挺可爱的，对吧？它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你，努力没有错，想找光也没有错，只是要找对方向。你也一样，你努力的样子很美，只是别忘了问问自己，这条路是我真的想走的吗？飞蛾不会说话，可它用翅膀告诉你，你可以停下来想想，不用急着跑。你可以试着晚上躺在床上，想想今天做了什么，哪些让你开心，哪些让你累。飞蛾会陪着你，让你觉得想想也没什么难的。佛教里还有个想法，叫做当下，意思是别老想着过去的事，也别老担心未来的事，就看看现在这一刻。飞蛾飞到你家，就是活在当下的小老师。他不记得昨天，也不操心明天，他就飞着，找着光。你也可以试试像飞蛾一样，活在现在这一秒。问问自己，我现在开心吗？我现在需要什么？飞蛾会陪着你，让你觉得这一刻其实挺好的。你可以试试早上醒来时，不急着看手机，就静静地感受一下阳光，或者听听窗外的声音。飞蛾不在那儿，可它的感觉在，告诉你现在就很好。飞蛾还有个特别的地方，它是从一个小虫子变成会飞的模样。这个过程像不像我们有时候也想变一变？也许你心里也有个小小的愿望，想让自己更好，想试试新的东西。飞蛾飞进来，可能在说，你行的，变一变也没什么可怕的。他用自己的故事告诉你，改变是自然的事，就像它长出翅膀一样，你也可以长出新的自己。比如，你可以试试每天多给自己5分钟，做点喜欢的事，听首歌，画个小画，或者只是看看窗外。飞蛾会说，你看，多简单，你已经开始了。他不是来逼你的，只是想给你点勇气，让你觉得试试看吧，没事的。飞蛾带来的这些小想法，怎么用在生活里呢？其实不用太复杂，就像和他聊聊天一样。下次他飞进来，你可以泡杯茶，坐在那儿看看他。他绕着灯飞，或者停在哪儿，都像在和你说点什么。你可以轻轻问自己，他让我想起了啥？也许是最近的烦心事，也许是忘了好好休息的自己。飞蛾不会催你，它就陪着你，让你慢慢想。或者你可以试试在周末找个安静的下午，拿本笔记本写写心里的话。飞蛾不在旁边，可它像在说，写吧，我听着呢。这些小小的办法
能让你的日子多点光。飞蛾飞到你家，像是个小惊喜。它告诉你，你不孤单，生活里有光，你可以慢下来。它不是来让你觉得有压力，而是想让你觉得你值得被看见。你可以试着和他做朋友，下次他来的时候笑一笑，说：“嘿，又是你呀。”然后静静地听听他想告诉你什么。他会告诉你，你已经很努力了，也会告诉你，你可以休息一下。家中飞蛾是个温柔的小信号，它飞进来，不是要你立刻做什么，而是想陪你一会儿，让你觉得生活没那么难。你可以慢下来，看看自己的心，找找自己的光。飞蛾用它的小翅膀告诉你，你很好，你可以的。如果你认为这个信息值得分享，请将这个视频转发给你的朋友和家人。你永远不知道这可能会如何积极地影响某人的生活。在下方评论区告诉我们你的想法。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内容，别忘了点赞，这有助于更多人发现这个视频。记住，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能产生巨大的影响。你的支持不仅帮助我们继续创作，更重要的是，它帮助我们将这些可能改变生活的概念传播给更多需要的人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